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太幸福了！施法冷脸鱼尾，这条鱼是不是故意来犯规的？漩涡，你们别催啊，让我想想。把这个吃白饭的给我拖出去！双 F 级精神力，野家不需要你这样的废物。我是人，不是货物，摔坏了你们赔得起吗？3岁我检测出精神力 F 级，被丢在小破屋自生自灭。如今检出个双 F， 直接扫地出门。双 F 怎么了？没听过一句话吗？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莫欺少雌雄，老子可是8、9点钟的太阳，是新世系的希望。兽氏怎么了？废物雌性怎么了？以后我要娶3个兽夫，全 S 级的给你们看看。不，3个太少，我要5个。3万新币，普通人月薪800，这等于年薪100万啊！包吃包住，这可是包吃包住啊！横穿原始森林，行，风浪越大鱼越贵，这票老子干了。这身板比我这种2点一线、天天996长期不运动的社畜还弱。野家那群王八蛋是把人当鸡养，多喂一口米都舍不得。好饿啊！守株待兔，老天奶，您还是疼我的。啥工具也没用，这荒山野岭的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群太监上青楼。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金手指？老天奶，还是你有眼力劲儿，这波入股亏不了。太好了，我的囤货全在这里。老天奶，您是真的疼我。是时候大干一场了。感谢上辈子看了300集《荒野求生》，理论知识终于派上用场了。还是得自己动手。上辈子点的所有外卖加起来都不如这一口。完了，视线又开始模糊了，看来我跑不了多久了。什么味道？精神域的刺痛居然减轻了。丢不丢人？丢人，但现在又没有人认识我。就一口肉，崩溃值降了整整1个点。帝国最昂贵的药剂都做不到的事，他随手烤的兔肉做到了。这个雌性精神力弱到几乎不存在，但它的食物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小馋狗，老子技术好不好？狗？我优劣纯血苍狼 S 级战力帝国少将，被叫狗。狗子，你过来给我摸摸，我就给你烤肉。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我技术可好了，猫哭狗哭没有一只能拒绝我的手法。这个女人究竟是哪里来的？看起来像个要饭的，精神力这么差，应该没什么危险。好可爱，好好入眠。太软了，真的太软了！我宣布，你以后就是我的狗了。出发，大狗，老子要开始新的征途了。谢谢你啊，狗子。前方军事管制区域，闲人禁止靠近。
我不是闲人，我来应聘的。陆羽上校，请您进去，主楼3层最里面的办公室。要是待会有危险，你别管我，赶紧跑。进。这脚摸上去什么手感？光滑的还是粗糙的？温热的还是冰凉的？天哪，它长得好好看，金丝眼睛配鹿角，绝了！不对，你清醒一点，你是来应聘的。叶棠，18岁，精神力双 F 级。招聘资料上有说双 F 级不能应聘吗？没有，只是没见过双 F 级的雌性。那你今天见到了。你知道0号监狱是什么地方吗？监狱啊。这里不是普通监狱，0号监狱关押的全部是精神力崩溃值在85以上的 S 级高危兽人。自建立以来，换过147任监狱长，任职最长的也只待了3个月。在这里工作的每个人，最低也需要 B 级以上精神力，因为环境本身就存在巨大精神力压迫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关押重刑犯的监狱。是的，这里非常的危险。优劣，帝国第3军团少将，3天前失踪，军部满世界找不到。他以兽形蹲在一个双 F 级雌性身后当护卫。有意思，一个被野家扫地出门的双 F 级雌性，让帝国最年轻的 S 级少将甘愿以兽形跟在身边。陆上校，你还招不招啊？不招我走了。外面天都黑了，我还得找地方睡觉呢。欢迎你加入我们，走吧，我带你去参观一下。这里是0号监狱的特殊监禁区，关押的都是具有高危险性的原生微物种。原来如此。帝国第3军团元帅景耀，白虎族 S 级战力，精神力崩溃值89。大猫猫，好大的猫猫！我在蓝星做梦都想养一只。那个肉垫看起来柔软又 Q 弹。帝国战略指挥部首席指挥官韩州，黑帽族 S 级战力，精神力崩溃值91。天灵隼族少族长灵兽 S 级战力，精神力崩溃值88。朱雀族少族长赤尊 S 加级战力，精神力崩溃值93。海渊王族苍苗人鱼，精神力崩溃值95%。他已经11天没有浮出水面了，超过2周不换气，肺功能会开始受损。白虎、黑豹、游隼、朱雀、人鱼，随便哪个都是我在蓝星做梦想养的存在。我大学4年加工作3年的唯一宠物是从窗外爬进来的壁虎，第2天还跑了。现在我能养5只，包吃包住，月薪过万。老板放心，这份工作我干定了，谁也别跟我抢。行，跟我来签合同。我住哪里？跟我来。这里就是0号监狱的生活区。进去吧。我在蓝星写了7年代码，攒7年工资才够买35平单身公寓。来兽界第1天就住上独栋了。这是你的权限卡，所有区域可通行，但记住，不要在任何关押人员清醒时进入观察区。送营养剂，走传送公道，尤其是苍墨。上一任监狱长试着下水接触他，还没靠近就被精神力场弹开了，出来后躺了3天。好的，老板，保证完成任务。
每日帝国后勤部会派送营养剂，你按时送到各观察区就行。需要做饭吗？做饭？叶狱长，你的家族没给你喂过营养剂吗？陆上校，你也知道我是双 F 级了，他们哪里舍得给我吃营养剂？你先熟悉环境，明早8点正式上岗。对了，叶狱长，你身边这只雪橇犬你照顾好。它不是我养的，是森林里捡的，非要跟着我来。不过您放心，它可乖了。闭嘴！大狗子，你听到没有？我有工作了，月薪3万，咱们以后不用饿肚子了。陆羽这家伙真的会替我保密吗？这个白尾鹿到底打什么算盘？不过眼下有更要紧的问题，这个傻雌性到底知不知道他接下来要照顾的是什么样的家伙？猫薄荷当时脑抽买的，想着末世了还能逗流浪猫，现在想想，1号观察区那头大白虎，嘿嘿。这个自动分区功能绝了，跟 QQ 农场一模一样。猫薄荷要单独种在最显眼的地方，蒜苗、辣椒、草莓、西瓜。像面粉和水饺的半生不熟糊糊，过滤掉所有口感，再加1勺没有任何调味的蛋白质粉，空洞的毫无灵魂的寡淡，简直太恶心了！这是人吃的，帝国人民过的都是什么苦日子？加了糖的浆糊，还是劣质糖精味儿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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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才是活着的意义啊！奇怪，刚刚明明扔进去了。我果然是天选之女，口能结果语伴，空见灵田。种田加速加自动捕获，这配置放种田文里也是顶配。啊，爽文大女主。烤肉的油脂，还有猫薄荷的味道。2顿烤肉，崩溃值从84降到了77，整整7个点。军方 A 级安抚室做一次全面梳理，也就能压3到5个点，还需要我配合放松进入半休眠。
他只是给我烤了2顿肉，我只要吃就行了。那株猫不合，清凉的植物汁液滑下喉咙之后，精神域深处那些纠缠扭曲的暴动节点无声地松开了。我从12岁上战场到现在，从未有过这种放松感。傻雌性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你接了个什么烫手山芋？这座监狱里的5位没一个简单的。明天他要正式上岗，走进那5间观察区，我跟着他护着他就是了。5份，没错。死马当活马医吧，我觉得应该没有那只咪咪能拒绝猫墨盒吧。少了一捆。小馋狗，你也喜欢啊？喜欢吃管够。我种的猫衣帽长得跟野草似的，你想吃多少有多少。怎么会？这款草，我的精神力下降了。这个人类不简单。那几个死鬼都吃了，有猫腻，我也尝尝。叶棠，喂，那条鱼来干饭了。你吃不吃啊？不吃我可就走了。唉，没事没事儿，我就去看看。就是这里了。小心！甲方要求就是我的追求，绩效指标必须完成。渔网？哪来的渔网？我堂堂海渊王族，帝国仅有的3位 SS 级战力之一，被人用渔网捞。傻雌性，不过也只有他会这样。这才乖嘛，好好吃饭长高高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崩溃值在下降。怎么可能？这数据，这是好转了？帝国3大 SS 级战力之一的海渊王族苍毛，被一个小雌性用超网捞起来，强制爱了。
我这是咖啡喝多了，产生幻觉了。5条曲线同步下降，这远超帝国医疗技术上限，没有特殊反应，看起来也不是禁药。每一个都意识清醒，情绪稳定，真的不是禁药，是那个雌性带来的绿色植物。元帅有何指示？今天早上那个雌性送来的绿色植物是什么？我不清楚，是野堂狱长自带的。元帅，您没有任何不适吗？没有，那个植物比璀璨修复液和 S 级疗养师加起来的效果还要好。你赶紧给我多弄点过来。院长，0号监狱出现异常情况，5名关押人员精神力崩溃值在12小时内同步下降，平均降幅超过5个点。诱因是一种未知植物，新任监狱长自带。同步下降5个点，你确定数据没有问题？反复校正3次，仪器无故障，关押人员行为监测全部正常，无禁药副作用特征。那个监狱长叫什么？野堂，18岁，精神力双 F 级。陆羽，你听好，从现在起，这个人是战略级绝密资源，我会立刻调拨一支 A 级专属护卫队过去，对外不公开任何信息。那种植物，你想办法拿到完整样本，经费无上限，直接走我的特批通道。明白。还有，他本人不能出任何意外，一根头发都不行。战略级绝密资源，一个双 F 级的18岁雌性，这个世界越来越有趣了。野狱长，今天早上你送的那种绿色植物还有多少？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相反，效果非常好。我想购买一整株完整的植物样本，用于帝国研究院的课题研究。你说猫霍夫那玩意儿不值钱吧？50万星币，一整株，带根带叶，现在就可以转账。你说多少？50万。给，品质保证，绝对新鲜。已转账。50万。对了，从今天起，你的月薪调整为5万。关押人员的日常物资清单里增加猫乓盒，每日供应。大狗子，我发财了，我发财了！50万加月薪5万，我上辈子写1年方程都赚不到这么多。这空间好像变大了，怎么回事？这合理吗？种田加速，自动捕获，还自动升级，这金手指也太豪横了吧！这又是什么玩意儿？白白胖胖的，有肉味儿，应该是吃的。大狗子，这是生的，现在不能吃。香，真的太香了。来尝尝。不行，不能再吃了，要给他们留点。狗子乖，我下次再给你做。我是狼，一只成年的 S 级的，在帝国军部档案上写着性格冷峻、不善社交的大公狼，不是狗，我真不是狗。舒服，太舒服了。100万！我有100万了！我有100万了！大狗子，元帅给我打了100万，100万让他做饭，他不想吃营养剂了。元帅的账户里这点钱算零头，倒是这个傻雌性，为了100万高兴成这样。不过看他高兴的样子，我也不讨厌。金主爸爸开口了，必须给安排到位。要抓住一个宠物心，就要先抓住它的胃。搞起！来，先尝尝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，真是便宜那几个家伙了。老板，请用餐。
想摸一下。整个帝国军部没有人敢摸我的头，连副官递文件都保持半臂距离。而他，在我清醒状态下揉我的脑门，是他疯了还是我疯？好软好软，这个毛量绝了！救命，好想抱着他睡觉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包子不是羊排趁热吃，我先走了。这家伙胆子也太大，不愧是我捡回来的。没事没事，我的手法这么好，金主爸爸肯定不会生气，说不定以后还会点我上门服务。接下来给其他几位送餐，慢慢来，总有一天左拥右抱不再是神话。这家伙有我一个还不满足，主意都打到那几位身上了。你好，我是新来的监狱长，给你们送午餐。不给摸的毛茸茸不是好宝宝。他至少还把我当狗，狗的地位明显比猫高。还是我的大狗狗乖。你的早餐，大人请慢用。小气，扁毛就是没有圆毛讨人喜欢。瞧见没？还得是我。喏，请你吃冰棍，降降温。好吃吧？我就知道你喜欢，下次给你带别的口味。今天有小笼包，比营养剂好吃多了，你尝尝。该死！我堂堂海渊王族，活了整整300岁，何时受过此等奇耻大辱？昨天被一个小雌性用抄网像一条鱼一样被捞起来。更可恨的是隔壁那几个家伙，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在嘲笑我。赤犬甚至隔着墙模仿海鸟叫，我早晚拔光它的尾巴毛。可这个雌性救了我，崩溃值1天之内下降，比过去3个月加起来都多。它还是个幼崽，却冒着被 S 级精神力场撕碎的风险走进我的水池。海渊王族恩怨分明，有恩必报，不能对恩人发火。东西放下，你可以走了。也许我应该给总指挥部打个报告，建议把优劣调回北境。景耀有烤羊腿、烤羊排，1大箱子肉，而我只有草和沙拉，还有那只该死的营养剂。小豆芽，凭什么我跟他的不一样？当然是人家给钱了呀，走地鸡。我是天灵隼族少族长，帝国 S 级战力，飞行速度同阶排名前3的高空霸主。走地鸡，那种在院子里刨土啄冬子的肥鸡，先吃后付不行吗？我堂堂天灵隼族少族长，我怕你赖账。我活了33年，从没有人敢用赖账来质疑我的信用。你知道猫黄盒在陆上少那里多少钱一株吗？你白吃了我那么多的猫黄盒，1分钱没给，还天天按铃骂我。你等着看吧，明天我就把钱甩你眼上。甲方付了钱，服务必须到位。小豆芽，哪有吵架吵一半不吵了去给别人送饭的？走地鸡想吃肉，先付钱。小豆芽你！明天我一定把钱甩他脸上。你的钱呢？忘了。忘了就是没有，走地鸡。今天付钱了吗？明天。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。你从哪里学来的这种话？9年义务教育教我的，你个文盲鸟。
明天一定要扳回一局。人鱼是海族，让一条鱼天天啃羊腿，跟让陆地兽人天天吃海草有什么区别？我果然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天才。小羊，看我还治不了你！蒜蓉焦香，蚝肉滑嫩，咸鲜中带着微甜的回甘，和海水的味道完全不一样，但每一口都在提醒我，这是家乡的味道。老板大气！景耀有肉山，杭州有鸡腿，赤环有甜品，苍毛有海鲜，而我只有营养剂。这只装狗的死狼还天天跑到我面前吃肉，少则一天2、3次，多则7、8次。优劣，你给小豆芽当狗还有优越感了？骄傲只有菜叶子。哦，忘了，你连菜叶子都没得吃了。有种你进来，单挑！粗鲁，就是莽夫一个。不要打扰我享用美食。这阵仗，哥蓝星得开一桌烧烤宴了。野狱长，打扰了。研究院需要再采购几株猫墨和纸作，这次是直接带走。安宁院长安排了专人运输。卖，当然卖，只要钱到位，想要多少有多少。5株，带根带土，价格按上次的标准。5株50万一株，等于250万，没问题，成交。就选你们了。已转账。安宁院长让我转告猫薄下的研究进展，他会定期和您通报。那个野狱长，那个烤全羊卖吗？不卖，但请你吃。来，坐，正好烤好了，也让你尝尝我的手艺。哼，野狱长的手艺果然名不虚传。黑心路买了猫背桃还蹭饭吃，狼口多食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S 级的上限，那个苍狼族世代无法逾越的天花板碎了。SS 级，帝国第4个 SS 级战力。苍狼族没有神兽血脉，没有白虎族的洪荒传承，没有朱雀族的涅槃天赋。我17岁突破 S 级，父亲说我这辈子就到这里了。没想到这个小雌性出现了，为了我半个月，笼罩苍狼族2000年的天花板被他用烤羊腿轻轻一下就捅穿了。他只有我了，北境有幽冥坐镇，出不了大乱子，而能保护他的只有我。好吗？大狗子，你发酵粉吃多了，还是我没睡醒？确实是我养了半个月那只没错，但尺寸不对，一晚上就从200块毛绒公丸变成200万小狗车了。你怎么长这么大了？给我从实招来！你是兽人吧？啊？什么兽人？我只是一只大狗，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连我自己半个月都从弱鸡变成正常人了，养出一辆大卡，好像也不是完全说不通。也是，穿越到兽世这种事都遇上了，养只狗养大一号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我果然是个养猪小能手，还得继续努力。里面那几只瘦得可怜。还好蒙混过关了。按帝国特殊监禁管理法第3章第10条，崩溃值降至75以下且稳定超过48小时，自动满足出狱条件。没想到他们还有出狱的一天。
浩监狱建立至今第一次启用这条规定。在此之前，从没有哪个关押人员的崩溃柱能从85以上降下来，一个都没有。赤环少组长，您的精神力评估已达出狱标准，军部已批准释放，请于3个工作日内办理出狱手续。少组长，您的崩溃值怎么跟股票似的？哦，又上来了，看来不太稳定，出不了狱了。这家伙还真会没事找事。算了算了，他官大他说了算。少组长，您为什么不想走？我的磁性在这里，我走哪里去？少组长，您为什么不想走？我的磁性在这里，我走哪里去？帝国第一莽牛用掉崩溃值的方式赖着不走，理由是追野堂，还要不要脸了？自由出入权限仅限生活区和公共区域，不能给监狱添任何麻烦，否则我就会把你的情况上报，后果你应该知道。我招了一个双 F 级监狱长，半个月把5名最危险囚犯喂得容光焕世，现在其中一个赖着不走要追他，安宁老师会信吗？我自己都不太信。自由的味道。走地鸡，你好可怜哦。火鸟，你找死！我有自由出入权限，你没有；我有芒果千层吃，你只有营养剂；我有提拉米苏、珍珠奶茶、巧克力熔岩蛋糕、芒果斑饼、水果茶、冰可乐。你没有。不跟文王鸟计较，我去找小狱长加餐去喽。赤寒，你给我回来！你怎么出来了？我可以出狱了呀，小狱长。大狗子，你别生气嘛。除了野堂，谁也不许叫我狗。他哪里是狗？啊！你被骗了，他是优烈，帝国第3军团少将，苍狼族嫡世子。他爹是苍狼族上任族长，他哥幽冥是北境防线总指挥。他是狼，现在 SS 级，他从头到尾都不是什么森林里捡的野狗。你这个小傻子！蔡归尽会给自己找借口，你怎么不说他是神兽？苍狼族自古以来就没有神兽血脉，所以呢？他是狼，他不是狗，他是骗你的，你倒是也生气一下呀！就算他是你说的优劣，这么显赫的家世，装狗跟着我干什么？我有什么可图的？他图的可多了，比如呢？赤恒，你知道我怎么跟他认识的吗？那天我被家里从大门扔出来，身上1分钱没有，瘦得走2步就喘。然后他来了，他抢了我的肉，后来又给我打猎，驮着我穿过整片森林，一路护送到0号监狱。那时候我是个身无分文的废物，你说他图什么？小狱主你好可怜啊，他们不要你，小爷要你，以后小爷保护你，谁欺负你小爷烧谁。你够了，我不可怜，我有房有狗有存款，你哭什么哭？傻雌性，不过也只有他会这样。反正不管他是狗是狼是少将还是什么族长，小爷认定小狱长了。帝国法律规定雌性至少3个受服，他一个人吃不下。你们要打去外面打，
别踩我的蒜苗。谁再踩我的地，今天晚饭没肉吃。管他是啥，我说他是狗就是狗。你就是我的狗，记住了。小狱长，这是小爷的尾羽，送你了。哇，好漂亮！这个颜色绝了，我拿回去当书签用。书签？朱雀族的求偶信物，帝国教科书写的明明白白，他居然拿来当书签。算了，他收了就行，细节以后再说。这只火鸟动作倒是快，朱雀唯一的含义整个帝国无人不知，等同于求婚。但这个傻雌性，他肯定不知道。谢啦，小火鸟，这礼物我很喜欢。他不知道尾羽的含义，你敢先斩后奏，小心我拔光你的毛！哼，帝国规定雌性至少3个受夫，你管不着。你俩别在那儿杵着了，过来帮我拔草，谁干活多谁晚饭加肉。狗子，不对，优劣，赤恒说的那些是真的吧？是真的，我是苍狼族少族长，帝国第3军团少将。我就说嘛，一条狗怎么可能听得懂人话还会点头？你从第一天就在骗我。你也没问我。那你图什么？我当时就是个身无分文的废物。你的烤肉让我精神力崩溃值下降了。我本来是想把自己关进0号监狱的，路过森林闻到你烤肉的味道，后来就不想走了。所以你是为了蹭饭才留下来的？一开始是，后来不是。那后来是什么？算了，不管你是狗还是狼，你是我养大的，以后还是我的毛毛绒。记住了，兽人永不为奴，除非包吃包住。网友果然没有骗我。小狱长小可怜，竟然被家里扔出来，还一个人穿森林。要不是遇到臭狗，估计都到不了这里。叶家那群王八蛋，差点害死我的小狱长。害死小狱长就等于害死我的奶茶蛋糕冰淇淋，忍不了。我昨天刚给他自由出入权限，特意叮嘱不准烧任何东西。他答应的比谁都干脆，结果还没过24小时，就把人家大门烧了。赤环少族长目前仍关押在0号监狱，昨晚从未离开。叶家的火器与灵监狱无关。抱歉，我也是被逼的。从小到大没在公务上说过半句假话，但如果让野家查出来是赤恒干的，他们会来找野堂麻烦，而这几位大佬能把野家从帝国版图上抹掉。你干的？对啊，小爷说到做到。干得漂亮！怎么样？让我做你受夫，包你不亏。你怎么3句不离这个？你收下了我的尾羽，就是答应了。还你！我怎么能为了一只鸟就放弃整片毛茸茸？你不知道，朱雀族尾羽是求偶信物，帝国教科书上写的明明白白。大哥，我没上过学，野家的人会让一个双 F 级出去丢人吗？你没上过学，他们连学都不让你上，你好可怜。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。你又哭，你上辈子淹死的吗？小爷送你了，都是你的，现在不答应没关系，小爷就是认定你了。你不收小爷，我就跳进锅里，死在你面前。别打扰了，安全部审查组明天到。赤汉少族长，请回观察区待着，被问到就装傻，有什么冲着我来，别为难他。你看我像要为难他的样子吗？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尤利亚，小狱长的安全就交给你了，他出门你得跟着，半夜饿了去厨房你也要跟着。他是我的雌性，用不着你操心。大不了你做大我做小，但小爷不会放弃的。欢迎各位，请跟我来。赤恒少族长，
昨晚野氏家族大门遭破坏，现场发现朱雀真火残留，请问您能解释一下吗？哇，这么大阵仗，原来只是大门被烧了啊！烧了重修一扇呗。野家不会连一扇门都修不起吧？哼，小爷昨晚在观察区睡觉，哪儿都没去。你看我像半夜飞出去烧大门的鸟吗？这位是0号监狱的现任监狱长。据我所知，他的精神力等级是双 F， 一个双 F 级的雌性有什么资格管理0号监狱？陆上校，聘用一个双 F 级雌性是否违反帝国人事任用规定？让精神力微弱的雌性管理过最危险的囚犯，是否属于重大安全隐患？赖皮蛇，你谁啊？我的任命文件是帝国军部正式签发的，合同上盖着军部电子金章。你不服找军部去，还是说你比军部还大？你刚才说我精神力微弱，无法承受 S 级威压，那请问你看我现在是承受不住的样子吗？我在这里工作了半个月，5位关押人员崩溃值全部达标，你一个连工牌都没挂正的外勤调查员，跑到我的地盘指手画脚。一个废物，还没脱离幼生期的雌性，凭什么胜任监狱长？这里关押的是帝国的英雄，让一个精神力可以忽略无忌的废物来管理他们，这不是把他们往火坑里推吗？我这番话全是为关押人员的安全着想。原来你们知道小狱主还没脱离幼生期啊！弃养雌性幼崽，按照帝国律法，遗弃虐待未成年雌性，最高可判处终生监禁。你们野家是要凌驾在帝国律法之上吗？元帅大人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老赖皮蛇，谁给你胆子跑到这里来骂小狱主？你算什么东西？连野家大门都进不去的玩意儿！人老珠黄，哼，老泥鳅、老长虫、老爬虫，长这么丑还出来吓人！说，你想怎么死？他今天的目的不是弄死这条蛇，死人不会付钱。元帅，弃养雌性幼崽真的能判这么重吗？帝国律法第7章12条，遗弃虐待未成年雌性，最高判处终生监禁。他们还虐待我，不给我饭吃，我饿得啃树皮。冬天没有取暖时，冻得浑身冻疮。不让我上学，连字母都是爬门缝里偷学的。你过得好苦啊！小爷保护你。这样吧，给钱，这件事我就当没发生过。精神损失费，我被你们野家扔出来摔在碎石地上，大半夜一个人在森林差点被狼吃了，这笔得算吧。抚养费，我在野家活了18年，你们出过1粒米没有？你好歹也是野家的人，先垫着，回头找野家报销。生养费，你看我当时瘦的就剩一把骨头。学费，你们不让我上学，连教科书第3章第5节都没学过，这是教育补偿金。住宿地，后院破房子，窗户没玻璃，居住条件连监狱都不如。一共140万新币，刷卡还是现金？野狱长，我又不是你阿夫，这些费用怎么也算不到我头上吧？你不就是野家的吗？野家的账算在你头上，不正好？你还有意见？不，我给140万，我现在就给。转账成功。好啦，今天加餐全部都有烤全羊。140万，这个小子竟连哭都能变现。小豆芽，我给你转一笔伙食费，数额按隔壁火鸟的标准。这个走地鸡全身上下嘴最硬。这就是他们每天吃的东西，我
我吃了半个月营养剂，这半个月我到底错过了什么？傲娇鬼。5位金主全部实现每日定制餐食自由，我野堂的监狱食堂正式开业。傻雌性，高兴成这样。不过看他高兴，我也高兴。谢谢你们今天帮我。主人，那个野堂，他现在是0号监狱的监狱长，里面关着的5个全是帝国最顶级的战力，全部站在他那边。他还当着审查组的面控诉野家弃养虐待未成年雌性。一个双 F 级废物，不过是仗着几个囚犯撑腰。帝国规则是帝国规则，他有什么证据？可是景耀元帅亲口引入了帝国规则第7章第2条，他敢去告？属下不确定，但0号监狱的代理狱长陆羽是帝国研究院院长安宁的学生，如果他出面，去查一查帝国律法的诉讼时效，准备应对。一个双 F 级的废物，就算有人帮他，野家也不是软柿子。野家想凌驾于帝国律法之上，那就让帝国最高法院来告诉他们答案。提前一步总比被动挨打好。这份诉讼材料一旦进入最高法院的审理求成，野家就算想反咬野堂，也得先过帝国律法这一关。小豆芽，那个粉色的给我一块。这是赤痕预定的。凭什么？我付了跟他一样的伙食费。他嘴甜。嘴甜？他就会说小狱长好棒，小狱长最美，小爷最喜欢小狱长了，这也算嘴甜？你也可以试试啊。小豆芽，你走地鸡加油！火鸟，你闭嘴！看在你今天帮我骂蛇青的份上，多给你一杯饮料。谢谢。尤烈，你当时在森林里闻到我的烤肉味，就决定留下来了？精神域的刺痛减轻了，后来吃了第1口肉，崩溃值降了1个点。帝国最贵的药都做不到的事，你的烤肉做到了。所以你最开始就是馋我的手艺，你这只坏狗！胡说，我是天底下最英俊的狼，而且我也不是为了吃的。那是为了什么？后来你蹲在火堆旁，嘴角沾着油渍，吃得眉眼弯弯。你的眼睛看着我，干干净净的，只有纯粹的喜欢。没有人这样看过我。军部那些雌性看我像看战利品，你看我像看世界上最帅的大狗。从那一刻起我就决定了，不走了。你是个好狗，我以后会对你好的。糖糖，糖糖，亲了我就是我的妻主了。谁说的？在我们那儿，狗子是随便亲的。苍狼族的规矩。你们苍狼族的规矩也太多了吧？你现在在我这儿就得按我的规矩来。我是你的毛茸茸，你是我的妻主。行吧，我可告诉你，以后我摸别的毛茸茸，你可不许哭。帝国第3军团少将正式脱单了，但这件事
赤环知道了，恐怕要把监狱烧了。止血的。你快变回来！你快变回去！我只是想让你意外看看都是意外，让我多看几次就好了。妖烈，你不讲武德！轻点我的鼻子！小狱长，你被他骗了，他故意变人形就是为了勾引你，他根本不是什么良家好狗。幽烈，你还不快穿上衣服！叶棠，你不是说我做大的，你做小的？小爷不管，小玉芝你不能偏心，他有的我都有，他腹肌小爷也有，小爷还有翅膀，小爷还会喷火。小火鸟，你现在还是一个囚犯，而我是自由身。囚犯，他说的对，帝国档案里我还挂着在押人员身份，自由身可以当首夫，囚犯不能。该死！我要跟你单挑！菜鸡！打不过就飞，他不会飞，我有制空权。小火鸟，你干什么欺负幽烈？不是，是他欺负我！你看我这身羽毛都是他抓的。他啄我，疼。好了，不疼了。小狱长，你偏心！我就是偏心，他是我的狗。不就是装狗吗？朱雀为语是求偶信物，而且他还收了，幽烈连根毛都没送过，我才是名正言顺的那个。刚才还天塌了的模样，现在又精神了。这只变毛鸟真是阴晴不定。幽烈身上的精神力场压迫感不对劲，不是 S 级，隔着几层玻璃都能感受到。幽烈突破到 SS 级了。对呀，你才发现。苍狼族没有神兽血脉，历史上最强的也就 S 级巅峰，他怎么做到的？据我观察，不告诉你。是王！略，气死你！傻鸟，这还用问？靠给小狱长当狗呗。但我才不会告诉他，这只走地鸡到现在还跟野堂犟着，跟他分享情报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赤环精神力修复好了，意识也清醒了，还能化人性，甚至抱着一个雌性哭。等会儿，抱着雌性？赤环那个打架不看对象，无论雌雄都会是嬷嬷，会抱雌性还安慰？是的，部长，那个雌性叫野堂，18岁，双 F 级精神力，是0号监狱的监狱长，野家血脉，但已被逐出家门，现在是孤雌。能修复崩溃值超过90的兽人，还能把赤恒那个混世魔王治得服服帖帖，野家居然当垃圾扔了，扔得好。野家不要，我要。给那个小雌性转1000万星币，当做谢礼。18岁，孤徒，无家族背景，能力卓越，还能制住赤恒，我朱雀族要定了。原来这只小火鸟这么值钱啊！一大早就开始想别的凶手。不是，是朱雀族给我打了1000万，你快看。 1000万就把你高兴成这样，我身家都比这多，你要不要也念一念我的名字？好，我们家大狗子最值钱了，行了吧？小狱长，今天让小爷帮你打下手，生火切菜全包了。生个火就行，切菜我来，你别碰刀。有的雄兽啊，一点都不知道体谅小狱长，天天趴在那儿跟个大爷似的，不像小爷，小爷会心疼小狱长。蠢鸟，脑仁只有核桃那么大。小狱长，你看，这火。 小狱长，这是意外，你信吗？你觉得呢？小爷赔，小爷全赔。厨房设备损失、食材损失、菜地损失、墙变修复费，我就不掏算盘了，你自己算算吧。赔钱是一方面，从今天起，
厨房的打扫、修复、重新土刷，全部你来。你的羽毛当扫帚正好合适。蠢鸟，我就知道。来来来，吃面条啦！香，真香！他又来了，他绝对是故意的。糖糖，嘴边有汤汁。我去拿纸巾。走地鸡，小狱长今天心情不好，因为厨房被我烧了。你烧的？意外嘛，反正小爷已经赔了钱，还在扫地。但是明天的甜品恐怕要推迟了。推迟？我刚交了失火费，你就告诉我推迟？你可以去找小狱长理论啊！你混娘，你故意的！我故意烧自己的食材，你脑子进水了？闭嘴！部长已经查清了，野堂、野家数处血脉，3岁检测出精神 F 级，被丢在后院自生自灭，18年位列族谱，未受教育，未获任何家族资源。半个月前因检测出双 F 级，被证实返狱不假。父亲呢？不明。也就是说，没有家族背景，没有靠山，没有势力牵扯。没有家族背景好，没人跟我争。孤徒18岁，能力卓越，还治得住赤环，这种好苗子被野家当垃圾扔了，简直是天上掉馅饼。派人去跟陆羽通个气，朱雀族有意促成赤环与野堂的婚约。是，正式文书我来拟，先探探对方口风。别让赤玄那小子知道，他要是知道家里在帮他，尾巴能翘到天上去，指不定又惹出什么幺蛾子。那臭小子倒是第一次有点出息了。朱雀族族长亲自出面促婚，这可比赤航自己追求复杂多了。不过这件事最终还是得看野堂自己的意思。一个双 F 级小四姓来0号监狱1个月，手里攒了上千万新币，治好了5个帝国最危险的囚犯，现在连朱雀族族长都要抢着做亲家。安宁老师说的对，这个世界一切皆有可能。小狱长，今天还让小爷帮忙吗？不用。那小爷帮你生火总行吧？上次是意外，这次小爷控制好火候。不用。那小爷去给你扇风？行吧，你就站旁边扇风，别碰火，别碰刀，别碰油，别碰任何能燃烧的东西。这只蠢鸟烧了1次厨房还不长记性，又凑上去了。不过至少这次他没碰火。啊！着火了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不会把我赶出去吧？小狱长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小火鸟，你说怎么办吧？我赔，多少钱小爷都赔，赔双倍，不10倍。可是元帅他们今天吃什么呢？你把他们那份全烧了。景耀的烤羊排没了，韩州的糖醋里脊没了，苍毛的蒜蓉生蚝没了，林路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加餐也没了，我自己的蛋糕冰淇淋通通化成灰。我烧的不是厨房，是帝国顶尖战力的午餐。元帅他们今天只能吃营养液了耶。小火鸟，你闯的祸，你去送饭吧。让景耀吃营养剂，等于让吃惯了满汉杰西的狮子回去啃压缩变干；让韩州吃营养剂，等于让小豪口味首席指挥官演无色无味的浆糊。让灵兽吃营养剂，那只走地鸡是最恨营养剂的，为这个他跟野堂吵了半个多月，而我现在要亲手把营养剂送到他们面前。小爷去就小爷去，大丈夫敢做敢当。蠢货！还是我们大狗狗聪明。狱长今天休息？没有。
完了，这个小心眼的家伙不会记恨上我了吧？蔡姬，是不是你把伙食独吞了？他们就走地鸡，你放屁！小爷稀罕你那点伙食？你是不是又把小豆芽的厨房烧了？你放屁！哼！你烧了小豆芽的厨房，你还敢来给我送营养剂？你脑子被真火烧坏了是不是？生火你不会用普通火，你用真火，你朱雀族的脑子是不是全被羽毛吃了？蠢货，你赔本少主的巧克力蛋糕，赔就赔，又不是赔不起。别走在上！别听他的，我才能给你最好的。我现在是纵火犯，全监狱的伙食都毁在我手里，更何况苍魔是 SS 级，真打起来我也打不过。一只落魄的朱雀不如鸡。早就知道会这样。别以为这样小爷就不跟你争宠，蠢鸟！小爷自己闯的祸，小爷自己来。这么简单，我已经学会了，你们就瞧好了吧。你除了会打架还会干什么？对不过。别耽误我干活，不然糖糖连晚饭都不给你吃。优烈，你怎么什么都会？你要是有个心眼比蜂窝壁还多的亲哥，你也什么都会。从我刚会走路开始，幽冥就坑我做家务。那时候他也才6、7岁，蹲在苍狼族主宅后院里，对着还走不稳的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说什么？说族里每年都要评最厉害的小狼崽，评选标准是谁收拾家务最干净。你信了？我那时候还不会说完整的句子，当然信了。我把后院扫得一尘不染，把自己的小窝收拾得比狗舔过还干净。母亲来检查之后，蹲下来揉了揉我的头，说咱们优烈真能干。就这一句夸奖，我就干得更起劲了。再大一点，12岁被幽冥坑进了军营，他跟家里说带弟弟去历练，转头就把我当驴使唤，缝补军装扣子丢给我，修厕所这种脏活丢给我，砌城墙这种累活也丢给我。修厕所？不干，幽冥就斜靠在帐篷边上，喝着从父亲那里偷来的酒，慢悠悠地说：“不会干活的雄兽是嫁不出去的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”你又信了？12岁，当然信了。我不仅修厕所，还修得特别认真。我觉得这样以后就会有雌性要我。那后来呢？13岁那年我已经是 A 级战力了，比很多成年人都强。但幽冥照旧把修厕所的活派给我，理由是你新手时期修得最好，熟能生巧。我站在厕所门口，手里拿着扳手，忽然觉得哪里不对。我一个 A 级战力，为什么还要修厕所？然后回去找幽冥理论。他眯着那双和我一模一样的灰蓝色眼睛，笑得人畜无害。啊，被你发现了，你也太好骗了吧，太惨了，真的太惨了。能怎么办？我那会儿才12、13岁。那也是。尤烈，你帮了小爷修厨房，以后小爷罩着你。你哥要是再欺负你，小爷烧了他的毛。这傻鸟自己都是个菜鸡，还想罩我。幽冥是什么人？北京防线总指挥，帝国公认的战术鬼才。赤寒这个脑回路比帝都大盗还值得活鸟，对上幽冥恐怕连怎么被坑的都不知道。不过这份心意倒是真的，不被他坑到裤衩都不剩，你就不叫吃货。你等着看吧，小爷说到做到。这两个冤嘎什么时候这么安静过？但是小爷跟你说好，罩你归罩你，小狱长还是小爷的。你做梦。那今晚的地铺谁睡？
小爷今天要睡这个地铺。行啊，打赢我。有动静，是叶棠回来了。臭狗，小爷我今天要你好看，看你还敢不敢嘲笑我！小火鸟，你又欺负我家优劣！小狱长，不是你听我解释，是他先。白天点了我的厨房就算了，现在还欺负他！糖糖，算了，不疼的。优劣，你不要脸！你闭嘴！你这几天的蛋糕都没了。我烧厨房是真的，我灼优劣也是真的，满身都是洗不白的黑料。偏偏优劣还顶着一身伤痕在那里装大度，我拿什么翻案？该死，又被臭狗算计了。活该，蠢鸟！蛋糕取消。我终于不用每天看他炫耀了。至少给块饼干也行。小豆芽，因为那只蠢鸟烧厨房，本少主中午只能吃营养剂。你不是也吃上肉了吗？那不一样，中午的精神损失谁来赔？本少主饿了整整1个中午，本少主愿意额外付一笔补偿金，作为今天厨房损毁的修缮费用。走地鸡，你说你要付钱，我信了，但你的伙食费是不是还拖着大半个月没给？我又不是故意拖的。俗话不是说打是情骂是爱，我这不是想借机跟你联络感情吗？想出钱补偿是好事，但麻烦你先把自己欠的伙食费结了再说别的。明天一定给，明日复明。别念了，走地鸡连伙食费都赖。赤航，你有资格说我？你把厨房烧了2次。每天都这么热闹，不过这群家伙吵归吵，倒是一个比一个离不开糖糖了。今天有清蒸石斑鱼，你爱吃的。小狱长，我要走了。恭喜你啊，可以出去了。他只说了句恭喜，好像我只是一个普通囚犯，刑满释放，互相告别，从此再无瓜葛。他根本没把我放在心上。不过没关系，等王下次登场，就是迎娶他之时，下次见面不许再用渔网捞我。这条人鱼居然我用抄网捞他这件事别扭到现在，都快1个月了，都在说还记着。好漂亮的尾巴！天哪，这手感绝了！小狱长，你可知道摸了鱼尾就是答应求偶？你们早说，我们那边可不这样，鲨鱼也摸尾巴。你没问。死手！干嘛摸？上次说赤航的尾羽不知道是求偶，这次摸苍妹的鱼尾又是求偶。这个世界的雄兽到底有多少种奇怪的求偶方式？再这样下去，我养的不是5只宠物，是5个未婚夫。我不急，海域那边的乱子还需要我回去坐镇。我会要处理完祖宗族骨里，带着嫁妆，光明正大的理由回来找他。账户里早就躺着1000万级别的存款了，但这5万不一样，这是我靠自己打工挣来的第1笔薪水，按时上班，认真做饭，管理5只毛茸茸，兢兢业业干满1个月到手的第1份工资。叶狱长，需要你跟我去一趟帝国研究鼬，猫墨出问题，具体情况需要你到了才能判断。猫墨何出问题了？那玩意儿不是浇点水就能疯长的吗？不会是把人吃死了吧？不对，他们几个不都活得好好的？可陆羽的语气明显不是小事，我是不是该收拾东西提前跑路？不行，跑了就是通缉犯，我还没走上人生巅峰，不能走。我跟你一起去。走吧，大狗子。这也太麻烦了，现在想跑也晚了。安院长好。小姑娘，你上次给陆羽的那株猫婆苗，我们用了最好的营养土、最精准温控、最专业的光照循环，无一例外，
全部枯死了。有没有可能这草不用养的这么精细？我平时就种在院子里，3天浇一次水，活得挺好的。野狱长，帝国研究一想跟你采购一批新的毛笔或蜘蛛，价格还是按陆羽上次的标准，50万一株，有多少要多少。我去下洗手间。我要发了！我要发了！这里一共100株，陆羽付钱。好的，老师。发财了，真的发财了！我在兽界靠着种草和一次性植碗，实现了财务自由。安院长，要是有需要，随时联系我，多买多送哦。叶棠小姐，你有没有兴趣入职研究院？不了，安院长，我觉得0号更需要我。加入研究院，注册成为 SS 级疗养师，每月享有30万的疗养师津贴，还有高额月薪、专车接送，医疗全部免费。30万，月月都有的固定收入，这给的也太多了。但是紧要杭州走地鸡，我走了谁给他们做饭？谁跟灵物吵架？谁捞沧州？安院长，我只是个 FF 级精神力，当不了 SS 级疗养师。如果你当不起 SS 级疗养师，那么整个帝国就没有疗养师了。月入100万，你懂得谁为己？安院长，树大招风的道理我还是懂的。我一个双 F 级孤雌，没有家族背景，没有战力依仗，暴露在各方势力视线下，头顶 SS 级疗养师光环，我这条小命能安稳活几天？行，但你的猫墨地可以只出售给研究院吗？作为交换条件，研究院签署独家采购协议，价格在原有基础上再上浮，并且每一批采购都提前付款。可以，合作愉快，叶棠小姐。合作愉快，安院长。账户里6000多万了，怎么也该在迪河新区搞一套像样的房子吧？陆老板，帝都一套房子多少钱啊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为什么？帝都的房子都是各大家族的私产，也是雄兽的陪嫁，几乎不会对外出售。雄兽陪嫁？帝国的雌雄比例悬殊，雌性太少，所以从法律到习俗社会都围绕保护优待雌性建立。婚姻制度规定，雄性嫁入雌家，不仅人过去，还要带上丰厚陪嫁，财产、房产、土地资源全归雌性所有。雄性嫁人带房带车带存款，嫁过来之后财产全归土性，卷成这样只为讨妻主欢心，这是大女人该过的幸福生活啊！那如果我想自己买一套呢？只写我一个人名字的那种，有没有什么办法？你可以回去问一下灵树。天灵隼族与皇室关系密切，帝都几块核心区域的地产都是天灵隼族世袭的封地，市面上能流通的私人房产大多要经过他们家的许可。灵树作为少族长，应该有办法拿到优质房源。问灵兽，那个每天跟我吵架、被我气得炸毛、连蔬菜沙拉都不肯吃的高傲扁毛，他有这背景？行吧，问就问，大不了在买房之前多给他烤2个巧克力蛋糕，就当贿赂金圈太子爷了。做这么多不是给我的吧？大狗子，你的晚饭另外有，这是行贿用的。行贿？贿赂谁？那只走地鸡。灵兽少主。小豆芽叫我什么？少主？他从来只叫我走地鸡、扁毛鸟、文盲鸟，还用这种声音？不对，这个雌性有问题。本少主不管你是谁，立刻从小刀牙身上下来！我难得对他客气一次，他居然怀疑我被动兽夺舍了！你个死走地鸡，老娘给你好脸色，你怀疑我中邪？对，骂我走地鸡的才是小豆芽。不是剁手啊，你说吧，是不是有事求本少主？我想买一套房子。陆羽说帝都房产都是各大家族私产，让我来问你。小豆芽，你买房子干什么？我该怎么回答？他根本不懂华夏人对房子的执着。虽然在这里雌性根本不需要自己买房子，家族会提供，寿夫会陪嫁。在灵兽的认知里，买房这个概念是多余的。万一我辞职了，或者被开除了，好歹有个住处吧。你就说，你知不知道？这事好办，你娶了本少主，本少主名下的财产都是你的。帝都核心区有3处庄园，城外还有2座山头，全部归你。房子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。你在想屁吃？喂，小豆芽，
给本少主把蛋糕放下！这个小豆芽也太现实了，刚才还笑着叫我少主，一听不帮忙让他娶我，连蛋糕都不给了。那可是熔岩蛋糕，我盼了好几天才盼到的。小豆芽，你把蛋糕还给我！他真走了？不就是帮他找套房子吗？至于连蛋糕都不给吗？明天再说吧，反正他还会来的，他每天都会来。那走地鸡竟然想让我娶她，你答应了？我像那么没出息的人吗？我怎么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放弃整片毛茸茸？灵兽那只扁毛确实有帝都最好的房源，但他这个人，你越求他，他越拿捏你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吊着他，让他主动来找你。他凭什么主动来找我？你觉得他能忍几天不吃你做的蛋糕？大狗子，你果然是我的军师。军师不军师的无所谓，只要你高兴就行。走地鸡不吃的，便宜你了。小豆芽儿，你等着。小狱长，臭狗不在，我来陪你。小火鸟，你出去。小狱长，你都收了我的尾羽了，还要赶我走？我要中暑了，小火鸟。朱雀族天生体热，我再控制也降不到正常水平。修空调，我今天早上刚把厨房烧了。修空调这种高难度技术活我更不会。滚远点儿，别影响糖糖。活过来了。糖糖，我回来了。幽烈，你抢劫去了？这些是我的陪嫁，你签字。帝都核心区住宅一套，我白天还在跟林正打听怎么买房，现在优劣直接把房契拍在我面前了。现金存款2亿新币，各类零食、矿产若干等等，这也写着苍狼族库房特别波破和幽冥嫁妆转赠，他连他哥的嫁妆都卷来了。你回了趟苍狼族，就为了这些？糖糖，我的就是你的，快签字。幽烈，你怎么这么好啊？看那只死火鸟，还敢不敢说我是吃软饭的？苍狼族半个库房都在我手里，现在全归糖糖。以后谁敢说我是软饭兽，我就把房契拍谁脸上。幽烈这招太狠了，陪嫁，我怎么就没想到？幽烈有苍狼族，我也有朱雀族。苍狼族搬了半个库房，朱雀族难道还能被比下去？爷爷，我要嫁人！你说什么？我要嫁人，现在就要把嫁妆给我！小恒啊，不是爷爷看不起你，就你这脾气，哪个词都能看上你。12岁烧了演武场，长老们修了3个月；15岁把腾社族少族长揍哭，人家族长跑到安全部静坐抗议；18岁跟教官打架烧了半个训练地；20岁喝醉飞到皇宫唱歌被当刺客抓回来，我亲自去领的人；23岁打伤凤凰族雌性被关进南陵监狱，蹲了2年出来继续打架。反正他收了我的尾羽。你骗人家收下的吧？没骗，反正他收下了。你要嫁人，我双手双脚赞成。不过这件事你是不是该知会你母亲一声？不要，母亲肯定不同意。我5岁那年在贵族宴会上打了一架，母亲在回家的悬浮车上打了我1巴掌。回到家之后，她把我衣服扒了，摁在地上打了很多下，
一边打一边尖叫。你让我的脸都丢尽了。他不爱我，他爱的是一尊完美的，能让其他贵族雌性子羡慕的朱雀族少族长雕像。而我赤恒脾气火爆，打架闯祸，这些真实的我，他恨不得从身上剜掉。小恒啊，要是你母亲知道了去找野堂的麻烦，母亲如果知道我要嫁给一个双 F 级孤子，会嘲笑野堂的身份，会用贵族圈子里最恶毒的方式让他难堪。他敢找小狱长麻烦，我就烧光孔雀族的毛，让他们全族变秃毛野鸡。这小子是认真的。帝都城东3座府邸，城西2处庄园，岩岭山脉3座灵矿开采权，朱雀族6家拍卖行全部股份，安全部特别津贴账户终生受益权，还有这些帝国中央银行年金债券，每年分红不低于8000万，这是你出生那年我存的，本来给你当保底的，现在全归你了。谢谢爷爷，我就知道爷爷最疼我了。我朱雀族少族长的嫁妆肯定不能输给苍狼族。白水煮肉、粗盐蘸料、江湖营养剂，以前我觉得这是世间美味，可我在0号监狱吃了1个月的炭烤羊排、巧克力熔岩蛋糕、珍珠奶茶之后，这不是吃饭，这是受刑。怎么，这不是你最喜欢的口味吗？爷爷，你辛苦了。爷爷，我的出狱证明，你签个字。怎么，不住监狱了？要住，但囚犯身份不能嫁人，出狱和入住不矛盾，换个身份而已。改天把野堂带回来吃饭。带回来没问题，吃饭就算了吧。嫁妆有了，出狱证明有了，自由身有了，看那只心机狼还敢不敢说我是穷光蛋？小狱长。小狱长，我的嫁妆比优劣丰厚多了，你把我娶了吧。小火鸟，外面还有很多雌性，你再考虑考虑。不考虑，小爷就是喜欢你。优劣，你怎么看？小狱长，你娶受夫，他无权干涉。可我觉得他有权干涉。优劣哥哥，优劣哥哥，别叫了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也不知道那条鱼回去还吃不吃得惯营养剂。糖糖，我还在这里，你就想着别的凶手。这么远你也能听到？糖糖，我是犬科，还是 SS 级战力。每天晚上念叨好想摸鱼尾巴，大毛毛的肉都好软。我就是随便念叨2句，毕竟投喂了这么久嘛，你说是吧？我的皮毛手感好，还是人鱼的尾巴好摸？当然是你的皮毛好摸。这还差不多。向天灵隼族正式提交出狱通知。又走一个，0号监狱建立至今关了这么多位，从来只进不出，现在1个月走了2个。安宁老师要是知道了，恐怕又要催我把野堂挖到研究院去。母亲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接你啊，你关傻了？哦。怎么，磨磨蹭蹭的，你不想走？走，想走。啊，雌鹰比雄鹰大1圈，物种的参差啊！这是本少主的东西太多了，这些嫌占地方，路过帝都的时候顺手买的，你不要就扔了。严狱长，这段时间多谢你照顾我们家灵兽了。天灵隼族永远欢迎你。他照顾个屁，小财迷一个，偏心圆毛。有空常来玩啊，到时候我让灵兽来接你。谁要接他？哼，死鸭子嘴硬。走地鸡走了，以后谁跟我吵架，
不是还有我吗？谁要跟你吵？臭狗！走地鸡，路上小心。这两个顽固废物，我该怎么把他们请出去？元帅，您的精神力评估已达出狱标准，军部已批准释放。元帅，您能不能不要每次都用这招？你说什么？我看来问题还很大，暂时不能出去。受不了了，好脾气的我也快染上疯牛病了。元帅，请问您为什么不想走？军部的伙食太差了。帝国第3军团元帅 ，S 级巅峰战力，白虎族最强者，竟然是个吃货。看来只能请他老人家出马了。韩指挥官，您的精神力评估同样达标。韩指挥官，你也不想走？唐促理记，帝国战略指挥部首席指挥官 S 级战力黑豹，为了一口吃的赖着不走，这要传出去，得让多少兽人祸灭？这5个，哦不，现在是2个。帝国最顶级的战力，为了一口饭赖在监狱里不走。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当做监狱管理的成功案例写进年度报告？景英夫人，打扰了，是关于您儿子的事。景英夫人，路上辛苦了。陆上校，我那个不孝子在哪儿？1号观察区。景耀。母亲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你堂堂帝国元帅，精神力已经恢复了，不回去报道，赖在监狱里装病，你脸呢？我没装病，我的崩溃值确实不稳定。陆上校给我看了数据曲线，你是自己往上调的，你以为你妈看不出来？母亲，你给我站住！听我解释。这是什么？整个军部等你回去坐镇，你在这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像话吗？母亲，真的不是您想的那样。疼！跟我走，回军部报道去。看到元帅被他妈揪耳朵，这辈子值了。原来大猫猫也有怕的人啊！那个耳朵看起来很好捏，我也想试试手感。还惦记吃的，给我走！太好笑了！帝国第3军团元帅被他妈用鸡毛点子追着打，我要记一辈子。景耀走了，这里就剩韩州一个，他应该不用被揪耳朵。大猫猫走了，我还没溜上猫呢。韩指挥官，你也要走了？这些是给你路上吃的，储物戒指里还有一批速冻的，回去热一下就能吃。猫薄荷是新摘的，每天嚼2片，精神力不会反弹。这个冰块脸，没想到竟然是个傲娇啊！糖醋里脊，很好吃，谢谢你。堂堂帝国战略指挥部首席指挥官，临走了才夸我一句，小气鬼。他走了，走了。大狗子，怎么一个一个都走了？我不走，我会永远陪着你。太好了，空间终于又升级了。奶瓶沐浴露儿歌书，这是什么组合？给幼崽用的？我又没有幼崽，空间给我这些干什么？算了，先放着吧，说不定以后用得上。这些树是什么品种？空间升级就送树苗，该不会也是猫边奏的亲戚吧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先种着再说。回去给大狗子做夜宵去。小狱长，看下面，那就是帝都中央商场。太高了，再低一点，我要逛街。今天小爷请客，你想买什么买什么。你的钱不是都当嫁妆了吗？小爷的不花钱，够开10家店了。
小狱长，你给我买衣服。别得意，优劣那件更贵。凭什么？他是我第一兽，当然优先。你是考察期选手，打折。好看吗？好看吗？还行，配你这张脸，勉强能看。哟，这不是我那个被关在监狱里的废物哥哥吗？出来放双了。混色羽毛，赤航加翠绿，赤航的红加孔雀的绿，这是赤航他妈的另一个儿子。听说你在监狱里给人当狗，朱雀族少族长当狗，真给族里丢脸。哎，这位，你这个毛色赤不赤绿不绿的，像我老家赶集时笼子里的杂毛鸡。哦，不对，杂毛鸡还好看点儿，至少颜色纯。你是谁？竟敢！我是0号监狱监狱长，帝国研究院特聘 SS 级疗养师野躺。竟然是帝国研究院的安宁院长的势力，我惹不起。走，母亲，闭嘴！走吧，带我去吃好吃的。杂毛鸡不配影响我逛街的心情。那个熊的，她是不是怀孕了？对啊，腾蛇族的雄兽怀孕很正常。等等，兽氏是雄兽怀孕？不一定啊，要看血脉强弱。血脉弱势的那一方承担孕育职责，如果雌性血脉比雄性强，雄性就怀孕生崽，反过来也一样。我是双 F 级精神力，血脉弱到几乎不存在。优劣是 SS 级苍狼，赤环是 S 加朱雀，他们的血脉都比我强1万倍。那按照这个规则，弱势方孕育，弱势方是我。等等，不对，我精神力虽然弱，但我有空间，空间算不算血脉？优劣，受戒的受孕规则是什么？糖糖，你在想什么？受孕要双方自愿配合结合仪式才行，不是随便。我问的是规则，理论上谁怀？血脉弱势方。完了，弱势方果然是我，不行，我要变强。等等，血脉弱势方承担孕育。我父亲赤炎是朱雀族，血脉是 S 加级；母亲白金香是孔雀族，血脉是 S 级。朱雀强于孔雀，那弱势方应该是母亲才对。可是我是父亲孵化的，从小到大，所有人说赤炎用真火孵了3个月才把你孵出来。如果按规则，强势方是父亲，弱势方是母亲，该由母亲孕育才对。可为什么是父亲孵化的我？除非小狱长，我要回一趟朱雀族。怎么了？我要去问爷爷一件事，关于我父亲和我的事。等等，你先把我送回去再走，我不会飞。哦，对，忘了。他的家庭关系看来比我想象中复杂得多。走地鸡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本少主恰好路过。你不是说恰好路过，路过还带礼物？那是本少主不要的东西，嫌占地方，跟上次一样。走地鸡，你在这等了多久了？2个小时？3个小时？火鸟，你闭嘴！本少主路过，你懂不懂？谢了，走地鸡。下次来0号监狱吃饭，给你加份巧克力蛋糕。谁稀罕你的蛋糕？糖糖，灵兽送你东西了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护卫队汇报的。大狗子，你放心，你是我的第一兽夫，不管以后有多少毛，你永远排第一。任何事情我都优先尊重你的想法。我信糖糖。第一兽夫，排第一。总有一天，让他也这样说我的名字。优劣少将，军部召回令已下达，北境防线人手不足，景耀元帅要求你3日内归队。是我哥的主意吧？景耀元帅签发的。我知道了。自热火锅够不够？再加10箱。猫草一定要每天吃，别忘了。糖糖，够了，我又不是去逃荒。北境那鬼地方，除了营养剂就是生肉，你吃得惯吗？万一精神力又波动了怎么办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等兽潮平息就回来，最多1个月。你给我好好的，
少打架多吃饭，谁敢欺负你你就告诉我，我去骂他。臭狗要走了。说实话，看他和小狱长黏糊糊的样子，我挺烦的。但他一走，小狱长身边就只剩我一个了。我不在的时候，堂堂交给你，他要是掉一根头发，放心放心，小爷保证，谁敢动小狱长一下，小爷别烧任何东西。好吧。臭狗走了，小狱长是我一个人的了，地铺归我了。我是归我了，小狱长的早餐、午餐、晚餐都归我了。哟，弟弟来了啊！路上辛苦了，坐坐坐。你们联手把我从堂堂身边调走，开心了？军务需要，别这么说嘛，哥想你了。什么味道？这是什么？堂堂给我准备的，不给你们吃。弟弟啊，北境宫寒，物资匮乏，你忍心看你亲哥每天喝浆糊一样的营养剂？忍心？这个跟野狱长在监狱里做的味道一样吗？元帅，你已经出狱了。堂堂，他们抢我的东西吃。谁？我哥还有景耀，两个人趁我去巡防的时候翻我的储物戒指，把你给我准备的自热火锅偷走了10几盒，方便面也没了一半。景耀，他堂堂帝国元帅偷人东西！我哥还把我的辣条全拿走了，一包都没给我留。你等着，我给你再准备一批，这次加锁，谁再敢偷就让他喝1个月营养剂。还是堂堂对我好，我又开始想堂堂了。跟我斗，你们还嫩了点儿。小狱长，你是不是想去北京看臭狗？你管得着吗？小爷载你去，飞过去最快，比悬浮车快10倍。小爷翅膀大，你坐得稳。你有什么条件？回来之后卧室地铺归我，1个月。成交，但你不准在路上唱歌。小爷唱歌怎么了？上次你在院子里唱歌，把我种的葱苗全唱蔫了。那出发？明天出发。今天你先去后山练练控火，别到时候飞到半路把我的衣服烧了。瞧瞧，小爷的控火技术进步了。小狱长说的对，多练练就。按帝国特殊监禁管理法第3章第10条，这种感觉突破了，我要突破 SS 级了。不对，控制不住了。赤焰，又是赤焰，又闯祸了，又闯祸了！小狱长会打死我的。离我3米远，你现在体温比烤箱还高。小狱长，3米。可是小爷突破 SSI 级了，你不夸夸我吗？你突破 SS 级很厉害，但你烧了后山半座林子更厉害。陆羽的灭火账单你看了没有？看了。多少钱？800万。突破 S 级的第1天就欠了800万，出师不利，出师不利啊！飞得好高！那当然，小爷现在是 SS 级，飞行速度翻倍。去北京太远了，先绕道去朱雀老斋。市场说要带我去见他爷爷，我答应了，毕竟人家送了1000万谢礼，见一面不过分。爷爷在里面，走。比我想象中还机灵，这小姑娘怪不得能制住赤环。你就是野堂啊？赤熊族长好，叫爷爷就行。爷爷，小爷突破 SS 级了。你说什么 ？SS 级？昨天刚突破的。真的是 SS 级，朱雀族2000年来第3个 SS 级战力。小唐啊，我们朱雀族欠你的。族长客气了，赤熊的突破是他自己的天赋。你不用谦虚。好的，我理解了，这就是受谢顶级贵族的豪华宴席，白水煮肉加营养剂，跟我在蓝星吃的学校食堂也不差多少。不对，学校食堂至少有酱油。完了，小狱长在0号监狱天天吃炭皮、巧克力蛋糕、珍珠奶茶，现在给他吃白水煮肉，他会不会觉得朱雀族太寒酸了？肉质不错。小狱长真的太好了，这么难吃的东西，他为了不让爷爷和我难堪，竟然吃下去了。这个傻雌性。爹，我有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按照帝国受孕规则，血脉弱势方承担孕育。你是朱雀族 S 加级，母亲是孔雀族 S 级，你比母亲强，弱势方应该是母亲才对。可为什么是你孵化的我？赤炎，你儿子问的对，按规则地区该你媳妇孕育，你怎么解释？这个，爹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哪样？
你给我说清楚！我那个时候情况比较复杂，你给我把“复杂”两个字说清楚！没人能拒绝狗血剧，我爱看。这朱雀族的家庭八卦，比我上辈子追的狗血剧还精彩。小唐，这根奏鸟棍是朱雀族传了17代的传家宝，每一任族长的妻主都会用它教训不听话的崽子。这个趁手。好孩子，有你管着赤航，我这个当爷爷的就放心了。爷爷，你干什么？那是小爷的命根子，不是，那是传家宝，你给他干什么？闲吵，给我闭嘴！又少了5盒自热火锅，辣条也没了。你们又偷我东西？没偷，借的。军务繁忙，营养需要保障。叶狱长，这个我能解释。解释什么？你堂堂冷月帅偷人东就行，你好意思吗？我的东西可不是那么好吃的。接着，小狱长让我告诉你，每天按时吃饭，猫不逃不许断。辛苦你跑一趟。臭狗，你快点回来！小狱长天天念叨你，烦死了。赤汉少族长，北境即将迎来新一轮受潮，缺少 SS 级战力支援。你既然来了，不干不干不干！小爷还要回去陪小狱长。军部有权临时征召。跑得倒是快，他要是被你留下了才叫奇怪。赤恒这家伙打架跑得比谁都快，跑路也跑得比谁都快。他的精神污染越来越严重了。情况比预估的更糟。从入院到现在已经持续了6个小时，他已经彻底失去意识，不认人，不进食，也不休息，只是不停地撞墙。精神力抑制器已经开到最大效度，但对他几乎没有效果。他在用自残来对抗脑子里的东西，他知道自己被污染了，在用痛苦来保持最后一丝清醒。陆上校，他的伙食清单给我。叶狱长，齐全的情况远比之前任何一位都严重。他被剁手直接污染过精神愈合。我知道，赤恒告诉我他的事了。3年前他一个人堵在深海裂缝口，挡了7天7夜，帝国欠他的。陆上校，加一份6号的猫薄荷配额，我去给他做饭。每次遇到新的关押人员，这个小雌性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做饭。帝国棘手的精神力污染案例，他的解决方案是烤羊排加猫薄荷。但偏偏上次5个人都被他用这套路治好了。小狱长，你拿着儿歌书干什么？给那条蛟龙唱摇篮曲？道具店给的东西肯定有用，奶瓶、沐浴露、儿歌书3样都是给幼崽用的。齐全现在精神力崩溃到失智，跟幼崽有什么区别？
不会真要给一个几百岁的 SS 级蛟龙族长唱儿歌吧？试试呗，反正猫薄荷和烤肉都送进去了，他不吃不喝只撞墙，常规手段没用，就得用非常规的。小狱长，你疯了！他现在是狂化状态。没事，大不了重开。苍冥 SS 级的时候，我也是直接推门进去的。你体温太高，会刺激到他，在外面等着。小航星一闪一闪，好像天上小眼睛。啦啦啦啦，缩成幼崽了。几百岁的 SS 级族长被我一首小星星唱成了巴掌大的崽子，道具店这本书是什么黑科技？饭饭，我饿。好饿。天呐天呐，太可爱了！比手掌还小的蛟龙崽子，那个小脚，那个小尾巴，那些小鳞片。野狱长，我在监控里看到了，你不能打开安全门，那是 SS 级狂化蛟龙。乖乖宝宝，慢慢喝，别呛着。乖乖宝宝，慢慢喝，别呛着。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，我的心脏受不了了。帝国军部3年来试遍了所有办法，全部失败的 SS 级堕兽污染案例，他只是用一首儿歌就把对方唱成了巴掌大的幼崽，然后还用奶瓶喂。我到底在看什么？这个世界不要太离谱。如果把这份报告交上去，0号监狱监狱长以儿歌安抚 S 级狂龙，使其退分幼崽形态，安宁老师会觉得我疯了，军部会觉得我在开玩笑，但事实就是事实。这个小雌性到底还有多少本事是我不知道的？这次有什么口味？这是给臭狗的，跟你没关系。上次偷吃的账还没算呢。告辞，小狱长还在家里等我。元帅，您一次都没留住过他，总有一次会成功的，不会的。小狱长，小月才走了一天，你就有了别的崽，你抱着别的凶兽，你身上全是他的气息，你变心了！你有完没完？这是齐玄，那个 SS 级狂化蛟龙，我用儿歌把他唱成幼崽了，他现在是个宝宝，连话都说不利索，你吃哪门子醋？被嫌弃了，被一个巴掌大的崽子嫌弃了。他不喜欢温度高的，你离远点。来，小东西，喝奶，小爷喂你。
你干什么？你松开，小叶是来喂你奶的。要姐姐。他居然嫌弃我，他嫌弃我，一个巴掌大的崽子，嫌弃堂堂朱雀族 S 级少族长，还要姐姐，他管小狱长叫姐姐，是你姐姐吗？你就乱叫。姐姐，姐姐。小狱长，这个崽子讨厌我。他不喜欢温度高的和有毛的，你体温太高了。我有毛怎么了？我的毛比他的鳞片好看10000倍。叶棠，本少主来交使话费的，顺便在这吃一段时间。走地鸡，你家里的饭不好吃？本少主爱吃哪里就吃哪里，你管得着吗？家里那些白水煮肉和营养剂，我一天都吃不下去了。从0号监狱出去之后，我整整瘦了3斤，3斤，我的福气都瘦没了。走地鸡，你怎么又来蹭饭了？谁蹭饭了？本少主付了3个月的钱。哦，那就是交了保护费来投靠的。是好你！香姐姐，香。那个崽子是齐玄，深海英雄齐玄，好几百岁的蛟龙族长。对，被小狱长唱了首儿歌就变成这样了。现在天天管他叫姐姐，只让他抱，只吃他喂的东西。几百岁的蛟龙，装幼种，谁知道是不是装的？反正他讨厌有毛的，天天揪我头发。几百岁的人了，装什么宝宝？就是无耻。来来来，教你们打斗地主，规则很简单。我学过，上次小狱长教过一次。这种低级游戏，本少主看一遍就会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又赢了？一个巴掌大的崽子怎么打牌的？他连牌都举不起来。姐姐的，都给姐姐。百岁的老虎老蛟龙，毒术这么好还装幼崽，无耻！哦！SS 级堕兽污染患者齐玄入院不到3天，恢复神智变成幼崽形态，跟监狱长打了1夜牌，还赢了其他2个SS 级战力的禁闭。这个世界我已经看不懂了。